如果呢又能怎？如果呢又能怎？亲爱的你。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刚才大家看到的两段画面是同一个人，右边那个是2021年一个披着长发、穿着校园风格的衣服站在舞台上干干净净唱歌的女孩子，左边这个呢是她5年后她自己演唱会的表演。有人说呀，这怎么了？怎么现在这个台上怎么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劲儿的，就有种让人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在看什么？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这还是同一个人吗？对，这个人叫单依纯。反正呀，你钱已经花了，票也已经买了，如何呢？又能怎？哎呀！很多网友就把两段视频截出来传播，说这是怎么单依纯是走上邪修之路啦？当然，这只是他演唱会的一部分啊，也不是全部。对，我还看见有网友说哈，大家在看他这个视频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关了，就感觉是哪个大仙在做法的现场。而且就在这场演唱会上，他还做了另一件让整个音乐圈炸锅的事儿，就是明知在拒绝授权的情况下，他在台上翻唱改编了李荣浩的《李白》。接下来的48个小时啊，这两个名字就李荣浩和单依纯连续在2天就挂在热搜上。对，不是因为音乐，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呢，把太多东西其实都捅出来了。版权是个引子，引子背后呢是人情，是规则。是一个年轻歌手出道5年走到今天，他到底是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啊？一些弯路，但总体还是康庄大道。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件事儿从头捋一遍。事情的起点啊，是2026年3月28日，深圳单依纯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她在台上翻唱了李荣浩这首《李白》啊。你听这个纯妹妹哈，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形象啊。这本来呢，其实他翻唱也不稀奇，歌手演唱会翻唱别人的歌太常见了。你看哪一场演唱会没几首翻唱？但问题就在于，就在这场演唱会开始的前几天，单依纯的团队已经通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正式向李荣浩方发出了这个翻唱版权的授权申请啊。然后李荣浩方面呢，他就回了邮件，明确拒绝啊。你看，授权申请被拒了，然后呢，人家在3月28号的晚上，他还是唱了。对，这在法律上那可就叫故意侵权了哈。当然了，单依纯后来他发文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以为获得了这个版权。行业里呢，管这种事儿呢叫做强行侵权，意思就是你知道对方不同意，你还是去做了。音著协会后来就发出了正式声明，确认没有就李白向任何人发放过演出授权。这个声明直接就堵死了所谓的沟通误会的这个解释空间。3月29日的下午，李荣浩就上微博了，第一条长文把整个经过说的是一清二楚，包括这个授权申请的时间、被拒绝的邮件证据、音著协的这个确认记录全摆出来。他还说了一句话，说看着单依纯从当年站在舞台上被吓得流眼泪的小女孩，到今天的强行侵权，真的让人唏嘘。下午4点钟，他又发了第2条，抛出了4个问题。请问你用什么立场、什么权利、什么角度、什么心态演唱的？没错，而且他这个微博啊，字里行间都能够感觉到他的气氛。你看他写啊，我倒要看看今天哪个牛逼的团队能把这个明目张胆的侵权违法案件给糊弄过去。其实客观来说，在微博上啊，大家都是公众人物，又是知名的歌手，就这么就是公开的这种相当于对战来说，真的是挺少见的。所以后面我会特意分析一下为什么李荣浩这次他这么气愤。然后这个话题直接就炸了，单依纯侵权，李荣浩4连问李白版权，多个词条相继冲上热搜，讨论迅速从版权问题本身就跑偏了开始变成对人品的审判，什么忘恩负义什么蹭热度全出来，既有攻击单依纯的，也有攻击李荣浩，还有李荣浩的太太杨丞琳的对。3月29日的晚上19点16分，单依纯发了第一次回应。他说自己刚刚在彩排表示抱歉，说呢会和团队搞清楚情况再和大家答复。
这条回应里面就体现了，就是他没有直接回应，明知被拒仍演唱这个核心，就一句啊，我在了解情况。一部分人觉得那个态度是比较诚恳的，另一部分人立刻觉得这就是避重就轻，在拖延时间想办法进行应对。李荣浩没有就此停手，他继续发文，把话说得更清楚，说这不是沟通误会啊，是原则问题。3月30号的凌晨4点08分，单依纯发出了第2次回应，全面认责的一个长文，承认责任，承诺停止演唱李白，删除相关的宣传物料，个人承担全部版权费用和赔偿，写下了一句错误全在我，与任何人无关啊，还挺有担当的哈，是吧？然后也全部承认错误了。他在声明里呢也解释了，说这个巡演的版权审核工作是主办公司全权负责，他呢就信任这个合作方，演出前没有亲自核实授权的细节。但这个解释里面有网友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就单依纯在这次演唱会里担任的可是总监制啊，对曲目是有最终的责任的。那这个头衔挂在那里是只挂了一个头衔。凌晨的4点46分，李荣浩第3次发声了，他说他的私信被骂成什么样呢？言语是极为恶毒啊，就是应该一些粉丝啊就开始攻击他了。对，他说他不打算公开展示。然后表示啊，如果事情不再继续发酵，不再对他和家人进行抹黑谩骂，这个事儿暂且这样。他承诺日后不再主动提起，但保留追究的权利。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整个舆论场的风向立刻就转了哈。他说他不要赔偿，如果要钱早就授权了，说明人家这个事儿他不就是冲着一口气来的？对，人就不喜欢你改编的这个李白。对，从这一句话，其实李荣浩呢，他就从一个强势的维权者哈，变成了一个规则的捍卫者。大家知道这个契约规则是多么宝贵啊，在中国的社会是吧？所以呢，很多人原来觉得他小题大做啊，觉得他为了钱等等哈，或者是说觉得一个小女孩也挺不容易的是吧？出道这些年，你怎么就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还曾经当过导师的这么一个人，能够去不包容一点呢？这个时候。李荣浩这个说法呢，就让大家开始重新想这件事儿，就是事件的性质从2个人之间这种纠纷，变成了一场关于整个音乐行业规则的一个讨论。对，不过我这里补充你啊，就单依纯本人来说，她可真的不是说小女孩挺不容易的，应该说相比较顺哈，所有的歌手来说，她真的是太顺了这一路，就是一炮而红，火了之后就直接就成为一个知名的歌手，而且还在大一的时候刚刚参加选秀节目，对吧？当时是作为李健战队，然后这个夺得了冠军，然后出道了，就特别顺啊。有道理。粉圈大战呢，然后在3月30号就全面爆发了嘛。然后单依纯的粉丝啊就攻击李荣浩，什么小题大做呀，仗势欺人，打压新人。攻击呢还波及到了这个杨丞琳哈。李荣浩这边的支持者和大量的路人也开始了反击，就支持维权，批评粉丝护主护道，失去理智。所以这个整个舆论场就后来就形成了3条线啊。支持李荣浩的认为版权底线不能踩，支持单依纯的认为年轻歌手被过度打压，还有一批中立的人说双方都有问题啊。单依纯团队这个流程漏洞不可辩解，李荣浩的方式是否也掺杂了一些私人情绪呢？也值得追问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是很多人就觉得奇怪，你说翻唱一首歌值得这么大阵仗吗？大家也都是圈内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然后，那你说就为这么一首翻唱这一个事儿，就搞成这么撕破脸，好像是不是李荣浩这个有点心胸狭窄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啊，得先把这2个人的关系说清楚。李荣浩和李健是2020那一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也就是单依纯出道那一届的评委。单依纯呢，当时在盲选阶段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打动了全场。虽然最终呢，他进了李健的这个战队，但李荣浩也曾经公开赞赏过他。他拿了那届的总冠军哈，之后几年，其实李荣浩也多次公开为他说话，比如2024年还专门赶到南京为他的巡演站台助阵，2个人还一起合唱啊。这个背景呢，其实挺重要，就说明这2个人之前呢，其实还是融洽的。那为什么后来就这么大的裂痕呢？这个裂痕呢，是从2025年这个歌手2025开始出现的。单依纯在节目里就把李白改成了一首呢，融合了电子国风和游戏梗的版本，加进去了，比如这个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这样的词儿，就引发了全网的调侃哈。当时呢，还有话题说他是在报复李荣浩，当年在节目里没有转身抢他，但这我觉得有点
瞎扯了哈。主要是他这个台词，就是改编后的这个歌词，还有他本身的那种演绎的那种表现形式，就让人感觉太戏谑了。就总在那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就李荣浩肯定是神叨叨的，对，觉得自己的代表作被这种魔改呢，就觉得不太舒适，而且呢，又由于这个单依纯他影响力确实很大嘛，然后又被全民玩梗，导致啊他这首歌就让人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个本来是他代表作，现在感觉啊变成一个口水歌，莫名其妙的口水歌。所以李荣浩呢，当时是选择了沉默，但隔阂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埋下了。所以这次侵权事件呢，表面是版权问题。那但是呢，其实再往深挖一层，你看啊，那里是什么？就李荣浩感觉自己不被尊重，为什么呢？李荣浩在长文里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啊，其实就这个事件中最核心的情绪表达。他说啊，我释出的善意对于你来说就是如何呢？又能怎是吗？啊，你想想，这如果单依纯的团队根本就没有申请过授权，这件事儿可能还好解释啊，可能就是说啊，就是疏忽了，就是忘了，就是或者怎么着了啊。但他们申请了，李荣浩明确拒绝了，然后他还唱了。对，那这个性质那就更加不一样了嘛。对，就完全不一样。你想，这传递出的信号是啥？是李荣浩的拒绝啊，在你的眼里就连屁都不是，就这么一个信号，是吧？就感觉特别不被尊重。这李荣浩觉得，就对一个曾经啊帮助过、提携过的前辈，这种处理方式，那和羞辱客观说没啥区别。对，所以李荣浩这次啊没有选择沉默。他在长文里呢就反复强调啊，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所以李荣浩明显在这个事件里作为一个前辈，他被忽视啊，他不只是被忽视啊，就是那种羞辱式的忽视。所以他打这场仗呢，可以说显然不是为了赔偿，就是为了说清一件事儿，就是一个人的音乐人的拒绝不能被无视啊。我觉得除了你说的李荣浩觉得自己不被尊重、被忽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根本就不喜欢单依纯对他李白的改编。你想单依纯参加后来的那个节目，对吧？在我是歌手里改编这首歌，那肯定这个节目组会事先找到李荣浩授权版权，李荣浩当时肯定是授权了，所以单依纯在那个节目里改编了，李荣浩也就没说啥，反正自己也授权了嘛。但除此之后，你看单依纯在演唱会上再想向李荣浩申请版权，李荣浩就直接拒绝了。拒绝本身就是说明我就不想让你再继续唱了嘛。然后一，我讨厌你的改编；二，我拒绝了你再唱，又让我感觉到被忽视，就是火上浇油，气上更气。对，这件事儿其实就顺带把这个行业里长期存在这个灰色地带推到了台面上。音乐综艺里面的翻唱，在中国几乎啊是一种默许的习惯。比如歌手啊，他在这种综艺节目里面改编了一首歌，然后播出去啊，就有可能破几十亿的播放量。那原创者有没有拿到该拿的钱呢？不一定。著作权法呢第38条规定写得挺清楚啊，就商业演出使用他人作品必须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但实际执行上这一块呢一直是稀里糊涂的。先唱后补呢，在业内也几乎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所以李荣浩这次选择公开维权，这个授权这件事的本身的意义，其实远比版权费这个数字更大哈。说完了这件事本身啊，我们再来进一步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有人整理了单依纯《纯妹妹 2.0》演唱会的歌单，就会发现里面大量的曲目是别人的代表作，他在台上的翻唱啊。那一个歌手开演唱会，那按道理我们正常理解都应该是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对吧？哪怕没有那么出名，那也是自己唱出来的那些原唱的歌曲为主啊。但这歌单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这么好像单依纯他自己没有一个能够足够撑起一场演唱会的原创作品吗？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一个出道5年的歌手啊，单依纯呢是2020年以浙江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第1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同年拿下了中国好声音年度总冠军，起点非常之高哈。我有限的听过他几首歌，但确实我非常喜欢他那个嗓音和表现力非常好，就在他出道的时候。是我刚出，对他刚说我推荐给你听的。给我的。但那之后啊，好像他的时间基本上就被2件事分走了，一个呢是发单曲，还有就是参加综艺节目。综艺参加的数量之多，让他在圈子里获得了一个类似于综艺游子这么一个称号啊。当然这不是贬义啊，是说呢他已经在这个场子里驾轻就熟，轻轻松松，游刃有余。那综艺的好处非常显而易见，是吧？钱来得快，曝光度高，容易维持热度，动不动上热搜哈。代价是什么呢？牵扯大量的精力和心境。就做音乐这件事儿，其实某种程度上和做科研有点类似，你需要沉下去，是吧？
沉浸在某个状态里，捕捉那种独特的旋律，那种歌词的层次感。一个歌手啊，如果一年能做出1-2首真正打动人的歌，那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那你经常参加综艺，那处于一个啥状态？综艺的场子那可是个名利场啊，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算盘，绝不是大家观众表面上看那个综艺节目的一场笑话哈。对，就比如说，你以为那些明星在综艺里爆出那些金句儿是随口说的，是他们急中生智那么聪明？不是的，就典型的，比如像李雪琴，她的金句片段被反复各种传播，是吧？还觉得认知比较高，那是因为她在节目前开录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预判了可能遇到的情况。他比如准备20段金句，然后放在脑子里。一期节目呢，那就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场合，就拿出来1-2段就能火出圈。那为什么李雪琴的金句会比较多？那毕竟人家是个学霸，他准备工作肯定就会执行力就会做得比其他人要做得好。那单依纯呢，这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擅长，但他有另一套逻辑啊，充分展示个性啊，年轻气盛，不按套路走啊，吸引和他同频的年轻粉丝。那么孙红雷有句话吗？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是吧？这些都是现实的好处。所以呢，就是他参加综艺节目是吧，就非常的就是有吸引话题，又能塑造个性，鲜明的个性。但代价呢？你看那英是吧？最近一些年也参加了一些综艺，他还频率没那么高呢。那你看他就已经听不到那英有什么新歌了，是吧？没有什么新的代表作了。那王菲呢，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她从来不参加综艺哈，从来都是神神秘秘的。但是呢，你就还是偶尔能听到，你看包括这个春晚，她还是出来唱歌了，是吧？就不是说呢参加综艺就肯定出不了好作品，但是如果你参加过多的综艺，你的时间呐和心态啊都被切割成碎片了。然后在这个名利场里面还要勾心斗角，这个综艺场合就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场合，每个人都要争夺这个曝光度，争夺这个话题度，是吧？然后而且互相蛐对方在背地里啊，然后看不上对方，然后这都是非常可以想象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人精，这些人精聚在聚光灯下去争夺聚光灯，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就是比牛马的这种环境要更加残酷的多的这么一个竞争的场所。对，而且短短5年，就感觉单依纯的风格已经完全的就换了。就你看刚出道的时候是感觉挺清纯的邻家女孩，就是大学生的感觉，现在就经常是穿着非常非常暴露的衣服，然后就哎呀，所以要在音乐上沉淀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啊，那这种在综艺游子，那概率就会大概率降低了。台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的这些明星，背后实际上就是在争流量、争曝光、争镜头。势均力敌的嘉宾之间明争暗斗，那是非常普遍。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说话比较冲啊，或者是气氛突然就不对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效果啊，就有一部分就绝对是真实的人性的反应。这个名利场在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一个音乐人你肯定是很难静下心来搞创作的。这才是单依纯目前面临的最核心的一个困境啊！他有唱功，有辨识度，有舞台爆发力，但缺那些真正属于他单依纯的那种经典和代表作。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还提一下这个单依纯背后的经纪公司。他这个经纪公司啊叫百慕娱乐，创始人赵凯呢是圈内的老人，曾经当过歌手，后来转型做经纪人。做过张杰等人的经纪工作，网上就有个传闻说单依纯签约这个百慕是因为李健牵线，因为李健是他导师嘛。又说这个李健啊和这个赵凯之间是朋友关系，但这个赵凯后来他本人澄清过，说他和李健虽然是相熟，但签约单依纯呢是两人经过长时间沟通之后的决定哈，跟李健在工作层面上没有直接关系。这百慕啊，它是一个小公司啊。单依纯夺冠签约的时候，粉丝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不选大公司？有人呢还说，要集体来监督，乱来就去骂啊。从结果上来看，百慕呢倒是没有急着把他的这个流量短期变现，给了他一定的探索空间，出发点是不坏的。但问题来了，就是一个艺人最终形成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啊，取决于2件事儿，一个是艺人本身这个特质，比如他的嗓音啊，他的个性啊，他擅长哪方面，还有第二呢，就是经纪公司的这个判断和引导了，是吧？因为人呐，他是可以塑造的。比如 Lady Gaga 从当年这个电音女王到百变天后，再到后来呢回归相对朴素的流行和爵士风格，每一个阶段应该都有他背后团队的这个设计和参与。那一个艺人经纪公司啊，可以说至少要负责50%以上的这种形象的责任，甚至更多。那这些经纪公司的人，你看他们的审美判断力又是啥水平呢？音乐行业的从业门槛，坦白说不高啊。
无法有像李健这种啊清华毕业、音乐素养极为深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但这是极少数啊。学霸这种人，他一般都不会进入音乐界，因为啊，他从事别的行业下限会更高一些。音乐这个行业，它有一种摸不着的这种玄学在里面。就李健当年他毕业之后，他也是从事别的技术工作哈，他也没有做音乐。大多数经济和音乐行业的这些从业者，可以说他们既不是学霸哈，那也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学习能力和他们的创新能力，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有限的。那他们在审美和音乐方面的这种沉淀也好，或者创新也好啊，那能力应该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往往一条捷径就是观察市场，寻找模板，然后复制。就像张雪峰说过的，500强企业去招人，那不会去齐齐哈尔工学院去招的，他们就会去什么985、211，因为这样节省精力，整体素质更有保障。当然了，有幸存者偏差，就是非名校出来的也有非常优秀的人，但那概率太小了。这是个现实，你不能假装这种现实不存在哈。那这些审美能力有限的人，他们工作方式刚才讲就是模仿啊，然后去学习。那近几年梅梅席卷全球，她的这种视觉风格、演唱会的规模、舞台叙事逻辑，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流行标杆啊。她应该说是迈克尔·杰克逊之后最有吸金能力的歌手了。于是各大经纪公司的艺人不同程度的开始往这个方向靠拢，不管自己的艺人适不适合这条路。所以你会看到不只是像单依纯，包括张靓颖这个风格也都是大变。现在对，都是穿这种连体泳装出来唱歌。对，一部分是这些歌唱艺术家们本身的选择，那也有一部分呢，应该是经纪公司这种引导和包装方向。应该是两者混合的结果，所以外人呢，我们也很难说得清楚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这个经纪公司它没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审美和底蕴啊，它只是复制当下最火的那个，而不是认真想清楚这个艺人适合走什么路，那方向很容易走歪。那我在热搜上也去看了单依纯演唱会那些片段哈，客观来说，就我来说，我是挺难以接受这种审美的。当然了，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他，尤其是那种能爱他爱到包容一切的粉丝哈。还有人觉得呢，可能觉得这是台上这种宣泄呢，这种状态，这种爱理不理的状态哈，劲儿劲儿状态，是一种嘴替，我应对当下经济下行、经济不景气的我的一种放松的态度啊，是一种解脱感啊，这个也可以理解。他的粉丝，而且应该我相信90%以上可能都是00后。但如今走到这一步，那到底算是剑走偏锋，还是真的走上了邪修之路？我觉得也不是单依纯一个人的问题。这件事呢，最终没有走到法庭，李荣浩选择以暂且这样收场，前提呢就是不再骚扰他和家人。单依纯呢承诺承担全部的费用，成立版权核查小组。一首李白2天热搜，事情现在就落了这么一个阶段性的句点。这件事把藏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很多东西晒出来了，包括版权问题、饭圈文化问题，是吧？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歌手出道5年，怎么还在靠翻唱来撑场子？经纪公司的这个判断力是否真的能拖住一个人的艺术生命？其实单依纯今年才25岁，以她的唱功和舞台感，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但这条路她要走到哪里，最终还是要看她自己和她身边的人有没有把方向想清楚。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